温总，前方好像塌方了，我下去看看。好，你做什么？抱歉，先生，后面有坏人追我，求您让我躲一会儿。这死丫头，钱老板的彩礼我都收了，喜欢等着入洞房呢。这下跑了，咱咋跟钱老板交代呀？放心吧，我在他饭菜里掐了团骨散，他跑不了多远。那还傻愣着干嘛？赶紧找啊！走。看看那个，哪儿啊？这。哎，有没有人呢？车里有人吗？你们在我车旁做什么？看差了，他头花掉在这附近，肯定没跑远。咱们快走。走。放心吧，他们都已经走了。擦擦吧。谢谢。你只是被人下药了。帮帮我，求你了。您的面好了，小宝贝真乖，谢谢。美人儿，你下面给我吃啊！臭娘们儿，给脸不要脸！不准你欺负我妈妈！你个大男人欺负人家孤儿寡母，要不要脸？赶紧滚，不然我报案！行，你给我等着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也谢谢贝贝护着妈妈。妈咪，你放心，等贝贝挣到钱就可以找爸爸啦，这样就不会有人欺负我们啦。妈咪，我先去送外卖啦。对不起，妈妈也不知道你爸爸是谁。抱歉了，各位，今天先收摊了。滚！都给我滚！别踩着阿爷！滚！你们干什么？丧门星赔钱货，以为躲在城里我们就找不到你了？要不是因为你呢，这钱老板能把200多平的大房子给退了吗？啊！你这不知廉耻的下贱货啊！在外头找了个野男人，生了个野种，还想躲啊？你就应该老老实实挣钱，赶紧把我们损失的房子还上！这7年我赚的钱都被你们抢光了，你们还要怎么样？哼，妈，咱不跟他废话，直接搜。在这儿呢。这是你们不能动，贝贝马上要上学了，这是他的学费，你们不能拿。滚！上学？他就是个没爹的野孩子，
还是个赔钱货女娃子，上什么学啊？妈，看，嘿嘿嘿，哎呦，这几个月生意不错，挣不少呢。嘿嘿嘿，你们拿了我爸的遗产还不够，还要来压榨我吗？妈妈，外卖钱我拿回来了。你们又来抢我妈妈的钱，我要告诉警察叔叔，抓你们这些坏蛋！小兔崽子，信不信我抽你？还敢管我的事儿？拿吧你！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，你别动贝贝！你放开我，这是我攒的找爸爸的钱。死丫的辫子，你哪来的爸爸？给我放手！行，爸，您别催了，我现在把孙女给你领回家还不行吗？温总，你这可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！当初你为了应对老爷子的催婚，编的7岁孙女的故事，怕是瞒不下去喽。撒手啊！你个小畜生，还敢咬我！拿来吧！下个月我们还找你们要钱，得比这个月多1倍，不然就去卖。去卖！把钱还给我，那是我攒着找爸爸的钱。贝贝是不是真的没有爸爸了？不然他们为什么总欺负我们呀？贝贝有爸爸，贝贝的爸爸会来找我们的。真的吗？嗯。这个人跟我画里爸爸一模一样，他会不会就是我爸爸呀？这张脸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妈妈，这该不会就是我的爸爸吧？小朋友，可不可以帮我演场戏？事成之后，我给你一份非常可观的钱，足够你上学，还能帮你妈妈解决刚才那2个人的麻烦。先生，谢谢你，不过这是我的家事，就不麻烦你了。叔叔，我答应你。拉钩盖章，100年不许变。喂，温一千，你之前告诉我说你跟孩子他娘分手了，这都7年没让我这个老头见到我孙女啊！这回可是你说要把孩子带回来的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已经通知了亲戚朋友，让大家过来参加这个认亲宴了。要是我见不着我孙女儿，这事儿我跟你没完！我装孩子的麻袋啊，都集齐了7个颜色了，到现在我都没见着我孙女儿。哎，我说臭小子，你是不是不想去相亲，故意拿这事儿来骗我呀？你是想把我给气死是吗？爸，您别激动，我没那意思。我跟那前女友复合了，她和您孙女儿现在就在我车上，我马上带他们回老宅见您啊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陆贝贝。以后你就叫温贝贝，是我温以谦的女儿。乖，叫声爸爸听听。爸爸。嘿，臭小子，敢挂我电话！哼！哎，你抓紧时间去告诉后厨，让他们呢按照孩子口味去准备饭啊！这个甜的小糕点，咸的小馄饨都备上几份，别怠慢了啊！还有你们俩，赶紧去一趟商场，去买孩子们喜欢的小玩具。另外的话，还有公主裙啊！嘿嘿嘿嘿，你去2楼收拾出来这个朝南的房间，一定要铺上最软的床垫，再摆上几个毛绒玩具啊！去吧。是。嘿嘿嘿嘿嘿嘿啊！我有孙女了，我的孙女马上就要回来了。大伯啊，您可别先高兴过头了，这孙女啊，10有8九是假的。堂哥都已经7年没带孩子回来过，这一来啊，还是个孙女，
咱们温家18代都已经没出过女孩了，只怕呀是堂哥不想去相亲，来骗你的。是呀，大哥，这现在的孩子为了对付家长催婚，可是什么手段都敢使出来。我看以前这次肯定是怕您唠叨，所以才租了个孩子来应付。哼，还要拿这个孩子过来骗我，我打断他的狗腿！妈妈，你好像仙女。贝贝也很漂亮。贝贝，把刚才爸爸跟你说的话复述一遍。记住了，就说我是你女儿，叫温贝贝。这些年是因为妈妈不想跟爸爸复合，所以才没有回来看爷爷的。温先生，您之前说的那笔钱，等事成之后真的会给我们吗？我很需要这笔钱，去给贝贝交学费。放心吧，只要把我爸哄高兴了，钱马上给你。温叔叔，不，爸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配合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真乖，只要拿到钱，就能留在城里，还能继续找爸爸。不过，我好希望温叔叔是我爸爸呀！哟，还真带个孩子回来，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妈，这绝对是他找回来的托。堂哥哪有那本事？还是个女孩，咱温家呀就没有生女孩的基因。哼，真敢糊弄我呀！这温家的财产，我还真不能全给他了。走吧，爸。臭小子，你要是真敢拿一个假孙女过来骗我的话，我就……爷爷，我终于见到您了！爷爷，我终于见到您啦！哎呦，我的乖孙女啊，让爷爷好好瞧瞧。哎呀，这眉眼呐，长得真精神，跟你爸呀还有几分相似。哦，不对，比他呀好看100倍。是，爸，多亏了您儿媳妇长得漂亮。好，大伯，你别被骗了呀！这女孩跟咱温家哪有一点相似啊？肯定是堂哥为了哄您开心，特地找过来的。温定叔，哟，这位就是侄媳妇吧？看着长得挺文静漂亮的，哪家的姑娘啊？和我们家1000是怎么认识的呀？二奶奶好，我叫温贝贝，是您的侄孙女。这小野种还想攀温家的亲戚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来路，配当我侄孙女。贝贝，来，到爷爷这儿来。哎呀，爷爷呀，给你准备了好吃的糕点，咱别站门口了，进屋去啊！来，大伯您请。走吧。妈妈，你别紧张，就跟咱们平时玩过家家似的，咱们只要好好配合，任务一定能完成的。还是我们贝贝胆子大，妈妈都要向你学习了。只要赚到钱，就可以留在城里继续找爸爸啦。找爸爸？是，他爸爸之前在城里打工，后来跟我们走丢了，我们想留在城里继续打听他爸爸的消息。原来他们是在找失散的丈夫，母女俩过得那么不容易，那个男人也太不负责任了，放着这么好的老婆女儿不要。爸，哎呦，太好了，终于盼到我们家1000成家了，还让我抱上了我们温家唯一的孙女儿。你看这一家3口多和睦啊！大伯，堂哥突然带了个女孩回来，这里面一定有猫腻，肯定是假的。嗨，管那么多干啥呀？你看我这孙女儿，既机灵又讨人喜欢，嘿，我喜欢就行。大伯，来，嘿，快到爷爷这儿来。哎呀，我的乖宝贝儿啊，我们温家可是盼了18代才盼来这样一个女孩啊。哎呀，这贝贝呀真可爱。贝贝，爷爷呀已经差人去买你最喜欢的玩具了，你想要啥爷爷都给你买。谢谢爷爷，爷爷真好。哎呦，我的贝贝真乖。哎呦，贝贝，爷爷带你去看房间去啊，走。来，拉着爷爷的手。走了，看房间去喽。
嗯，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小鬼的头发，等下就给1000做 DNA，等明天结果出来，我就在认亲宴上当场揭穿这对母女。对呀，好久不见今天这个场合最近在忙什么呀？真的是很难得是吧？今天的酒不错哎。我已经打听清楚那个女人的底细，就是乡下出来的，一直在靠摆摊混日子。那个孩子就是个野种，连亲爹是谁都不知道。哎呀，这下可太好了！你和吴医生通个气，让他盯紧点儿。等亲子报告一出来，就给咱们送来。我倒要看看这认亲宴上这么多亲戚朋友在，文艺谦这个谎怎么圆？没想到这孩子真是文总的亲生女儿啊！哼，这温家18代男丁，这可是唯一的女娃娃。这老爷要是知道了，保准开心的直拍手。我得把这份报告亲自送到老爷面前，省得节外生枝。这贝贝怎么还没来啊？老爷先生太太来了。啊？这就是温总的太太和小小姐。这气质，这模样，一看就是名门望族，肯定是温总太太当年带球跑，温先生追妻火葬场，才有了今天的认亲名场面。呸！什么名门望族，什么追妻火葬场，短剧看多了吧？哼，好戏就要登场了。抱歉，我不习惯穿高跟鞋。没事，扶着我就好。老板还挺细心的，奇怪，这么近看他，总觉得特别眼熟。还有这说话的语气，到底在哪儿见过呢？怎么就是想不起来？哎，贝贝，来，到我爷爷这儿来。爷爷，我好想你呀！哎呀，我的乖宝贝儿，让爷爷好好瞧瞧，这几天又长个了没呀？爷爷，这是贝贝送给爷爷的见面礼。哦，这是贝贝亲手画的，希望您喜欢。爷爷喜欢，爷爷喜欢。爷爷，贝贝还给你画了好多孙女呢，祝你子孙成群。谢谢贝贝，爷爷呀，太喜欢这个礼物了。这小不点还真是懂老太爷的心思，知道温老盼着孙女，还特意画了这么多。贝贝呀，真是一个贴心的好孩子呀！贝贝可真乖，她要是我的亲孙女该有多好。温总，这城里的认亲宴都这么丰盛吗？这么多菜我都没见过。对，你想吃什么就去拿什么，不用拘谨。对对，晨曦那个项目是真还好，是吧？真不错。妈妈，我陪你一起吃，不然你一个人会孤单的。贝贝真乖，这城里人咋都爱吃没煮熟的面条啊？妈妈，说不定好吃呢。贝贝想试一下吗？走。我之前还以为这女的是哪家书香门第的小姐，原来连最基本的规矩都不懂啊！跟着吃意面，当这是村口啊？就连我们家的扫地阿姨都知道要用叉子，哪会那么没规矩？这骨子里的穷酸气改不了啊！就算穿再好看的衣服，也成不了上流人，这迟早得漏气。妈妈，他们是不是在笑话我们？是不是我们做错了？没有，贝贝没有做错，是妈妈不好，没有教你城里的规矩，让贝贝受委屈了。
装什么亲民？不过是没规矩罢了。贝贝啊，还是咱们自己家的筷子啊好用，不像这某些人就知道崇洋媚外。爸爸，爷爷，来，孩子，多吃蔬菜啊！是，还是咱们国家的筷子好用啊。对，老爷子说的对。爸爸，为什么他们刚才还在笑话我们，现在就说这样吃饭好呢？他们怎么变得这么快啊？因为呢，贝贝没有犯错，我们也没有做错。有时候人们会觉得别人不一样而去嘲笑别人，但当他们得知地位高的人也不一样，他们就会改变态度。你只要记住，只要自己行得正，做什么事情都不用怕。今天啊，本是我们温家的认亲宴，本不应该说一些扫兴的话，但有些话为了温家，我还是要说。这孩子根本就不是我们温家的种，我们温家就没有生女儿的基因。什么名门望族的千金，不过是一个乡下来的农村妇女，还没有结婚都已经生了孩子，现在连孩子的爸爸是谁都不知道，想凭着这个孩子攀上了温家。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没有什么误会，我已经取了这孩子的头发，跟1000做了亲子鉴定，这结果呀，马上就送过来。到时候我看你们这对母女还怎么装。我已经联系上了你的继母和你的哥哥，他们啊，现在已经在来的路上，到时候就问问他的家人，他是不是还没有结婚，都已经生了孩子。妈妈，别怕，老板叔叔会不会怎么样？他们为什么要凶你？原来贝贝真的不是我孙女儿，这么贴心的孩子，怎么就不是我的亲孙女了？哎呀，大伯，她呀根本就不是您的亲孙女儿，是1000为了哄您开心，特地找他们过来骗您的。您现在还要护着他们，那咱们温家的脸啊，可就丢尽了。堂弟，你私下怎么能做这种事情？你这个畜生啊！这么大的事你都敢骗我！我一直都以为我真有了个孙女啊！爸，还有什么脸给我解释？妈妈，老板叔叔会不会疼啊？是不是因为我，老板叔叔才被打的？贝贝没有做错，是妈妈不好，不该来大鹰演这场戏。爸，你怎么样？要不要叫医生啊？妈妈，我们好像把事搞砸了，爷爷不会出事吧？呸！你个下贱的东西！你是一个没有结婚就生娃的农村妇女，还想攀我们温家的高枝儿？你少做白日梦吧！我呸！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！别硬撑了，鉴定报告马上就送过来，到时候证据放在你们面前，你们母女谁也别想好过。老爷看到这份报告，肯定能消气。哎呀，我是日盼夜盼，就盼着能有一个孙辈在我面前陪我说说话，可结果呢？结果竟然是假的。爷爷，爸，哎呀，大伯，我早就说过了，她不是您的亲孙女儿，您偏不信。您觉得1000不会骗您？堂哥，你也是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能这么糊弄大伯呢？你看看给老爷子气的。大哥，你也别气坏了身子。哼，这也怪1000啊，太糊涂了，都怪这对母女太能装。你这个不孝子啊！我这辈子就盼着有个孙女儿，
你竟然拿这种事来骗我！你是想把我气死才甘心吗？啊！温总这次真是糊涂啊，骗谁不好，偏偏最疼他的老爷子。就是啊，就算找个人来演，也该找个像样点。怎么找个农村来的妇女，连最基本的规矩都不懂？这不明摆着让人看出破绽吗？妈妈，我们走吧，这里的人都不喜欢我们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这个呆头呆脑的家伙，哪里有我们温家孩子良气？这说话做事啊，都透着一股小家子气，跟我们温家根本不是一路人，还想抓我们温家的孙女。哼，两个诈骗犯还想骗我们温家，等着吧！一会儿啊，我非全部给你们送到牢里面去，让你们知道骗人的后果。妈妈，我不想坐牢。给我闭嘴！住嘴！你跟一个孩子争什么威风啊？啊！大伯，您怎么还护着他们啊？我都说了，她已经不是您的亲孙女了。我已经在医院做了鉴定了，报告马上就送过来了。鉴定报告出来了，老爷，老爷！大伯，看到了吗？这个就是易先和这个孩子的亲子鉴定报告，您看一下，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大伯，怎么样？不对呀，吴医生明明说报告结果是亲生的，老爷子看到肯定乐坏了，现在这个反应反而像是受了刺激。大伯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这孩子根本就不是咱们温家的人。保安，把这对母女给我抓起来！二婶、堂弟，你们不要太过分了，这件事情跟陆家和贝贝没有关系，你们有什么事就冲我来。以前你就是太单纯了，别人都把你骗了，你还帮着数钱呢！住嘴！老爷子，那报告上写的是啥呀？那孩子到底是不是温总亲女儿，您的亲孙女？哎呀，你这个混账，跪下来给我！难道报告拿错了？还是吴医生那边出岔子了？其他事你骗我也就算了，这么大的事你都敢瞒着我啊！你是不是嫌我活得太久了，想要把我给气死啊？爸，我早已继承集团，温氏集团所有资金都在我这儿，我把您气个三长两短，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啊。爸，我早就接手集团了，温家所有的资金都在我这儿，我把您气个三长两短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以前，那你是承认自己骗老爷子了？堂哥，你集团手底下几万人靠你吃饭，你这么办事儿，手底下人应该不会服吧？我看呀，这家产早晚有我们二房的份儿。怎么？难道堂弟想替我？你这个混账东西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爷爷，老板叔叔只是想让您开心，你要是气不过，就打我吧。贝贝，都听见了吧？他叫温一谦老板，这说明什么？他是温一谦雇来的。贝贝如果真是我女儿，也挺好的。贝贝，你说你怎么就不是爷爷的孙女儿呢？要真的是我孙女儿，该多好啊！大伯，你老护着她干嘛？她又不是你的亲孙女儿。但是我看见贝贝啊，就觉得很亲切。万一那个报告是假的，她真的是我的孙女儿怎么办呢？老爷，您仔细看看这报告，您别误会，这报告上跟您所想的不一样啊！您仔细看看这报告，您别误会啊，这报告上跟您所想的不一样啊！别起开！哎，老爷，哎呀，贝贝，就算贝贝不是我亲孙女又怎样啊？我已经把她当成亲孙女疼了。说，
是谁让你进入我们温家的？是不是盯着我们温家的家底呢？你们有什么事可以冲我来，不许欺负我女儿。有什么事都冲我来。我就是冲你来的，你别以为有一切护着你，我就不敢动你。妈妈，很疼吧？你敢动他们试试？动他们怎么了？堂哥，难道你要因为他们母女打我妈吗？大伯，你看看他。你们都不能跟我动手！大哥，她又不是你亲孙女，你护着她干嘛？什么啊？不是我温家的人，你们都能随意打他们？你们也不看看他们孤儿寡母的多可怜呢？你们也下得去手吗？哎呦，还可怜的孤儿寡母，这个不要脸的臭婊子，分明是来骗我们温家钱的。那个孩子不知道是哪个野男人的种。那个孩子不知道是哪个野男人的种。是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们凭什么这么污蔑我？为什么非要这么逼我？污蔑？那你倒是说说看，那孩子的爹在哪儿啊？连孩子他爹在哪儿都不知道，他呀就是一个跟男人鬼混的荡妇，他的孩子也就是一个小野种。我不许你这么说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他有父亲，只是现在不在身边。哎呦，不在身边，多么拙劣的借口，谁信啊？不是这样的，你们都是坏人。等我找到爸爸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哎呦，还找爸爸？你知道你爸爸是什么人吗？啊，找爸爸呢？我知道，爸爸是为了供我读书才来城里打工。妈妈说，爸爸是最有责任心的人，他对我和妈妈特别好。来城里干活就是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。对，贝贝说的对。奇怪，我怎么听到贝贝的这段话，心里这么难过？贝贝真是一个懂事的好孩子呀，这么小都懂得护着爸爸妈妈，体谅他们的不容易。你要真的是我孙女啊，爷爷我做梦都能笑醒哦。倒是你，混账东西！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事儿，还不给我跪下！爸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为什么打你啊？如果不是你带他们母女二人来到我温家，能闹成这样的事儿吗？你这个逆子啊！哟，大伯，哎，大哥你没事吧？要不要见医生啊？坐下，坐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我的，我还有用。老爷找到了，这吴大夫叮嘱说，一定要把这鉴定报告亲自交到你手上，你仔细看看。哎，这节骨眼看什么看？大哥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叫医生过来？你这个逆子，你给我跪下！哥，你说大伯都这么大年纪，你不跟他好好养老就算了，你还天天整那么多糟心事来烦他，我呀都看不下去了。以前你跟你爸好好认个错，然后再把这来温家骗钱的母女给送到局子里去，今天就算翻篇了，你再也不能惹老爷子生气了。啊，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呀？放心，他是绝对舍不得把这对母女送到局子里去。
你看那女人的眼神，分明是动了心思。哦，我懂了，这样他就会护着那对母女，跟大伯对着干，这样大伯才会更上心啊。来人，把这对骗进温家的诈骗犯给我送进局里。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呀，丽青啊，你怎么还护着这对母女？难不成你看上了这带着孩子的二手货，还要帮他养野种？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温家的脸可被你丢尽了。堂哥，你可是我们温家集团的掌权人，你要娶这个乡巴佬，还要帮他养孩子，这事儿传出去，我们温家在圈子里还怎么抬起来头？大伯，你说是不是？堂堂温家大少爷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怎么会看上这么个土包子？还是个带着孩子的二手货？怎么可能呢？这种女人来我们家当女佣都不够格，温总怎么会看得上她呢？你就知道羞辱我妈妈！你这个逆子啊！你看看你都犯了什么事儿！这上面写的是，我没看错吧？真是年纪大了，这老花眼越来越严重，连个正经字都看不清。你把我的老花镜拿过来。是老爷。大伯，这还有啥可看的？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。我看我的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啊，这里还轮不到你在这捣乱。大伯，堂哥自己都承认了，这两个人是他雇来骗你的，你就不要抱什么侥幸心理了。你给我去一边！我的事儿还轮不到你管。这老东西真是有眼不见的，活该被你娘俩蒙在鼓里。哎呀，看着这好好的宴会被这对乡下来的母女给搅得一团糟，真是晦气死了。就你们这两个骗子还想进我们温家，你也不撒泡尿看看你们配不配？你们说话也太过分了。你们说话积点口，别拿脏水往人身上泼。堂哥，我们这可是在帮你啊！你是大伯的继承人，是未来温家的掌权者，总不能天天跟这种女人混在一起。以前你说你什么样的女人长不大，怎么偏偏被这个从乡下来骗我们钱的母女给你搅得晕头转向？你想想，她勾引多少男人，连孩子爹是谁都不知道，她怎么能配得上你这温家继承人？闭嘴！无凭无据，不允许你们污蔑她。我说的可都是实话，不信的话，把他家人叫过来，当面对质。你个没良心的死丫头啊！你以为躲到有钱人家里就能把我甩掉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躲到天边，我也能把你救出来！你们是坏人，不准你们继续欺负我妈妈！你这个小兔崽子，竟敢跟老娘顶嘴，看我不抽你！敢在我温家地盘撒野，看你们是活腻了。来人，把闹事的这两个给我拖出去！啊！等等，这死丫头是我女儿，我打她怎么了？还轮得到你们外人来管？就是，这赔钱货就他妈该打！你们凭什么？就因为你是我的继母，你就可以对我想打就打，想糟践就糟践吗？你这个没良心的贱骨头啊！还敢跟我犟嘴？看我今天不打得你服软，我跟你姓！看我今天不打得你服软，我跟你姓！你敢打我妈？你他妈不想活了吧你？儿子，你别冲动，跟有钱人硬刚啊，咱们讨不到好。温总，您是大人物，这有权有势的我知道，可我教训自家闺女，这是家务事儿，您总不能越界管吧？温家的地盘，还轮不着你们来撒野。再说，哪条法律说继母可以随便殴打自己的继女？信不信我找个律师，把他叫过来，好好和你掰扯掰扯，看看究竟是家务事，还是你们欺负人啊？
温总，您这么护着她，该不会是喜欢上这个贱丫头了吧？啊？明明才认识2天，可每次看他们娘俩受委屈，我心里就莫名的难过。温总，既然你喜欢她，那就给我们套大别墅吧！啊？对，给我们大别墅。大别墅？为什么？因为这婊子欠我们套别墅，你喜欢她，当然要给她还钱啊！你只要把别墅给我，我就做主啊，把它卖给你，她以后就归你管了，随便你怎么打骂，怎么玩，怎么样啊？对，你把别墅给我们，我们就把它还有这个小的都送给你，买1送1，多划算啊！他们是活生生的人，更是你们的亲人，你们竟然把他们当成商品一样买卖，简直畜生不如！别废话了，你就把别墅给我，不然我现在就带着他出去抵债了。我什么时候欠你们别墅了？7年前要不是因为你逃跑，我们到手的大平层怎么可能飞了？害我们受了7年的苦日子，只让你赔套别墅都算轻的。对，识相点的话，赶紧拿出来。就是还钱。7年前，明明是你奉承钱老板，擅自做主，收了房子作为彩礼，你们非要把我嫁给他，怎么现在就变成是我欠你们钱了？我也是活生生的人，我不是你们的所有物，你们为什么把我当成货物一样去买卖啊？就凭我是你哥啊，卖妹妹换彩礼给哥哥娶妻，这不天经地义吗？就是啊，我还是他妈呢啊！我养他这么多年，收个彩礼怎么了？我给他找的那么有钱的人家，他不领情，还跑出去跟野男人鬼混，生了这么个小野种。我才不是野种，你瞎说！你连你自己亲爸都不知道是谁，还说自己不是野种？你就是。我有爸爸，贝贝不是野种。诗琪，再怎么说贝贝也是你的外孙女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恶心的话？这就恶毒了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把别墅给我，我还有更难听的呢。从小到大，只要我身上有一点钱，都被你拿走了，我哪有钱去买别墅？我管你是杀人放火还是出去卖，总之你就要给你哥哥买别墅。总之你就要给你哥哥买别墅。没想到世上还有你们这样的亲人，逼自己的女儿、自己的妹妹去杀人放火去卖，毒毒还不食子，你们简直畜生不如！妈妈，你还有我，贝贝永远保护你。我是他妈，我养了他这么多年不花钱呢，嫁女儿收彩礼天经地义。你就说吧，这别墅你到底给不给？你刚刚不还说彩礼是大平层，怎么转口就变成大别墅了？哟，这7年前的大平层，这些年利滚利，当然就是别墅了。高利贷都没你利息高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你个赔钱货！我养你这么多年，供你吃穿用行，还让你上学，哪样不花钱啊？啊！依我看，要套别墅还是要少了。你养我，自从你嫁给我爸，我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，家务活全包，还要自己打零工赚学费，你却对我非打即骂，你怎么好意思说你养我？那我也是你妈，就应该听我的。你们简直太恶毒了。温总，这别墅你要是肯给，那你骂我听着。但你要是不肯给钱，就少对我们的家务事指手画脚，不然我就把你玩弄我女儿却想白嫖的事传出去，你们温家怕是会颜面扫地吧？你是在威胁？哎呀，温总见笑了，我们这种小市民怎么敢威胁您这种大富豪呢？我这就带他们母女走，就不耽误你们办宴会了。你这个小浪蹄子，赶紧跟我回去，钱老板还念着你呢。虽说你生了这么个小野种啊，现在换不到大平层了，但是啊，换辆车子还是绰绰有余的。走走走走走走！放开我妈妈！放了这个小家伙，这拉回去显点会脸也能赚点钱是吧？走走走走！
看你们谁敢动他！温总，这就是你不讲道理了。我们问你要别墅，你又不给；我要带自己女儿走，你又不让。这做人嘛，哪能既要又要呢？对，要么给钱，要么就别拦路。你们也太不要脸了！给我闭嘴！温总，您这种大人物，区区一套别墅而已，那就是9牛1毛罢了。再说了，你买大的，我们送你小的，说到底呀，您还是赚了呢。石琪，你无耻！这后妈真够恶毒的。就是太不要脸了。你妈，我们花钱请这母子来抹黑这女人，搞砸人亲宴，可是这母女俩却博得大家的同情，会不会弄巧成拙了呀？他们有这样的家人，就是对他最大的抹黑。我就算钱再多，也不会浪费给你们这种人。你个没有的东西啊！傍上这么个大老板，竟然让人白嫖，还不如钱老板舍得给你花钱，跟我回去。走，你放开！够了！哎呀，温总，那既然你舍不得他们母女俩，那总得拿出点诚意吧？你放心，只要别墅到手，我们马上就走啊！别墅给你，赶紧滚！好，我们这就走，这就走，滚就滚！等等，等等，以后你就归温总管，要好好听话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但这是我的家事，不应该让你替我付出代价。你个赔钱货啊！你竟敢撕了老娘的别墅！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家法！哎呀，儿子，你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别起来装疼，咱们额头。哎呦，儿子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打人了！大总裁打人了！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们一栋楼啊，这事儿就别想了结。刚刚啊，还是一栋别墅，现在都变成一栋楼了。他们啊，可比我黑多了。喂，你们两个，别想讹我们温家的钱，少啰嗦，否则别怪我多话。你们在认亲宴上闹得越大，我给你们的钱就越多。老板放心，一定给你办得妥妥的。但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们都不能把我们供出来。是，老板。哎呦，儿子，大伯，你看看，今天好好的认亲宴，被他们搞成什么样子了？把咱们温家的脸啊都丢尽了。就是，你看他们钱要的越来越多，我看他们就是一家人，合伙演戏，想偷我们的钱，把他们都拖下去，拖进局子里。特别是这对母女，你干嘛一直针对他们母女俩？一切，我可是为了你好呀！都住嘴！大伯，你没事吧？爸，你还好吧？赶快把他们都给我拖下去！放开我！堂哥，大伯都被你气出病了，你还有心情管他们啊？把他们都给我赶远点儿！放开我！老爷，您的眼镜。
贝贝，我的亲孙女儿，别走！大伯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有心情看这个？那个野种根本就不是您的亲孙女。您现在啊，更重要的是保护好你自己的身体。你这个不怀好意的狗东西，给我滚！大哥，你打定输干什么呀？你也给我滚！贝贝，我的亲孙女儿，你赶快把她给我追回来！爸，是我不对，雇贝贝来演戏，这场闹剧该结束了。哎呀，你这个逆子啊！自己的亲生女儿你都不肯认，你个渣男！爸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贝贝怎么可能是我的亲生女儿？看，你瞪大你的双眼，仔细的看，贝贝真是我的亲生女儿。你这个渣男呐！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你都不敢认，还任凭的被别人给欺负，你还是人吗？爸，他们在说什么？还能说什么呀？肯定是看了亲子报告，他知道贝贝不是他亲孙女，他在质问以前的贝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化验报告会不会弄错了？绝对不可能弄错，腾哥。这是我和我妈拿着你和那个小女孩的头发，亲自去医院做的鉴定，无意上亲自给出的报告，绝对不可能有错。对，大哥，这报告绝对是真的。这但凡有假，我温定说断子绝孙。对，我也证明这鉴定报告是真的。听见没？是真的！快去把我的孙女给我追回来！快去！大伯。鉴定报告都已经在这放着了，你为什么还听着他的鬼话？那个野种啊，不是您的亲孙女。这个报告你看过没？这还用看吗？这怎么可能？啊，让我看看，亲生？这怎么可能？大哥，这报告肯定是假的。对，这报告绝对是假的。刚刚谁在这对天发誓说是真的？否则的话就断子绝孙！你竟然敢骗我！大哥，你听我们解释啊！听你解释！你这个坏人，来呀！把这两个畜生给我轰出去！大哥，不要啊！大哥，听我们解释啊！你听我们解释啊！大伯，解释啊！哎呦，贝贝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都怪你这个臭婊子啊！害得老娘没能拿到别墅。我们走。妈，你没事了吗？哎呦，没事，继续追。追！哎呦！陆家，贝贝，你们在哪儿？怎么了，贝贝？是不是摔到手了？我看看。妈妈，你别担心，贝贝没有受伤，贝贝只是想爸爸了。妈妈，爸爸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是个坏人，不要我们了吗？再帮帮我，求你。贝贝的爸爸是天底下最帅气、最善良的爸爸。他在大城市里给贝贝赚钱买房子呢。他赚到了就会来接贝贝的。贝贝不要大房子，贝贝很好养活的。贝贝只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。妈妈，你能让爸爸早点回来吗？好，妈妈会告诉他的。文总，您一天没吃东西了，要在这里吃点吗？不了，小佳的继母和继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早一点找到小佳和贝贝，我才能安心。哼，那个小贱人到底跑哪儿去了？等我抓到他，非得扒了他的皮！哎呀妈，那可不能，那陈老板可是要用200多瓶的大平层来换他。没想到，
我这便宜妹妹都成二手货了，还有人愿意要她。小美人儿，站住！站住！走，直接去白云县，钱老板送回去。走，走，走。哎，干什么？真是你！懂不懂得怜香惜玉？嘿嘿嘿，小美人啊，7年不见，还是这么俊啊！你们这么做是犯法的，知不知道？陆家，我和你哥亲自给你说媒，你不嫁才是大逆不道。我们犯什么法了啊？美人啊，我是真心喜欢你，为了娶你，我都答应送你妈一套大平层了。以后啊，你要乖乖的嫁给我，咱们一家3口啊，好好的过日子，我保证既往不咎。要不然，嘿嘿，我就只能把这小东西卖了回点血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前山，你想干什么？哎呀，这小姑娘，哎呀，不愧是你的女儿，这水灵模样卖了，应该还能少赚一点。薛勤收了你的东西，那你就找他嫁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钱老板，你看这人我们给你带来了，那这房子，哎，不急，等我和他入了洞房，就给你们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您知道住在这儿的陆家去哪儿了吗？陆家？对，就是陆家。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陆家，陆家呀，嫁到白云县去了，好像就是今天办酒席呢。走。放开我！放开我妈妈！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大家吃好喝好玩好，一切消费钱老板买单。好。新娘子可真漂亮，跟钱老板真是郎才女貌，恭喜恭喜！这小家真是好命，带着个孩子还能嫁给钱老板这么好的男人。呸！你们喜欢就自己嫁呀，凭什么逼我妈妈嫁？薛勤和白池的电话号码找到了吗？已经吩咐下去了。孟总，拿到了，快给他们打电话。喂，谁呀？我是温以倩，你们把陆家和贝贝带到哪儿去了？我告诉你们，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大平层，大平层啊，200多平的大平层。你再快点，让医疗部队也跟上。对，钱老板完成了洞房，可是会给大房子的。傻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伺候钱老板？好，我现在就带你去床上慢慢滚。走，放开我！我不要！放开我妈妈！你们都是坏蛋，都是大坏蛋！哎呀，这谁呀？一天天的，喂！你们最好把贝贝和陆家完好无损的交到我手上。东郊新建别墅区的楼王就是你们的。别墅区楼王？但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，我就扒了你们的皮。哎呀，小美人儿，我来了。
哟，小美人儿，还给老公躲毛毛呢，啊？哎呦，这么好看的脸蛋打坏了，太可惜了。放开！放开我！船长，开门！开门！是你撞门呢！去你的！走，快走！我去，他妈的！妈妈，还走得了吗？你们一家人跟老子玩仙人跳是吗？妈，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！你他妈傻呀？去打那母子俩！美人儿，别管他们，咱们去入洞房去。啊！千山，你敢打我，温总饶不了你！老东西，还他妈骗我！什么他妈的温总？是温氏集团的董事长温以倩。温总正在找他们母女俩，你要是敢动他们，温总饶不了你。温以倩，他在找我们。没错，你他妈当我傻呀？温总会能看上生了一个野种的二手货？他也就是在这山咖里算有几分姿色，还能攀上温总的高枝？我哪知道他怎么会看上他呀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不信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哪里？还有什么事？我不管你是谁，告诉你，陆家是我的女人。你出去打听打听，在这白云县，谁不知道我前山的名号？我可是温氏集团的供应商，还想跟我抢女人？前山是吧？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们温氏集团的供应商了。还有多久？马上，3分钟就到，再快点！还有，让温氏集团所有供应商一起合力围剿这个前山。是。哎呀！我这是，哎呦！老不死的，7年前你就骗过我一次彩礼，把这个女人给我放走了，现在还想再骗我一次吗？你一个小小的大平层，温总可是答应我，他要给我东郊新建别墅区的楼王。我告诉你们，赶紧把他放走，要不然等温总来了，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。就是啊，我以为你们是凭良心救我，原来你们只是为了把我卖一个好价钱，你们简直就是畜生！就是，真是畜生！美人儿，我可跟他们不一样，我是真的对你好。你以后跟了我呀，穿金的、戴银的、吃香的、喝辣的，啊，我还会对你女儿好。不要你养我，我有爸爸。你要是敢动我女儿，我跟你拼命！哎呀，咱俩以后好好过日子，老婆，我会对你母女俩好。谁是你老婆？别乱讲！这怎么就不是老婆了？这酒席也办了，婚礼服也穿了，怎么就不是老婆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是不是觉得咱还没有入洞房啊？走，咱现在就入洞房去啊！入洞房！给我妈妈，滚蛋！哎呀，贝贝，老爷找到了，在白云县。啊，找到了，快过去！这小鬼伤成这样，温总不会扒了我的皮吧？哎呀，自己吓自己干什么？说不定就是因为他们毁了温总的认亲呀，所以来找他们算账。这下好了，温总就不用自己动手了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妈妈不哭，贝贝看到爸爸踩在云彩上飞过来，他要救我们。贝贝，哎呦，贝贝，你怎么样？你别吓妈妈，贝贝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想杀他。不是，刚才这不是没事吗？我现在送他去医院。你滚开！我要送我女儿去医院。不行，
没入洞房，你不能走。你把他送医院去。我要送我女儿去医院，我要送我女儿去医院。你什么人？敢甩老子？要还你一把的吧？通知医疗团队。你没事吧？给我上！哎，小你不要过来！再过来我报警了！哎，完了完了，温总真的看上这个小贱货了。现在他和那个小野种伤得那么重，温总非扒了我的皮呀！你傻呀？你别忘了，你是这陆家名义上的妈，我是陆家名义上的哥。哎，温总要是真看上了他，咱们就是温氏集团名正言顺的丈母娘和小舅子。走吧。你不能走，陆家是我老婆，你不能带走的。哎，你要不要脸啊？什么德行，还敢跟温总抢老婆？温总，你放心，我就只认你这一个女婿。哎，温总，我也只认您这一个妹夫啊！一没领证，二没洞房，凭什么说我温是你老婆？赶紧给我放开，赶紧给温总让路！老婆，我是真的爱你的老婆，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！老婆，还胡搅蛮缠，把手给我撒开，别等我女儿和女婿去医院，撒开！走吧。儿子，你看着他，我去追你妹夫啊！哦，女婿，等等我啊！哎，等等我！贝贝，我儿媳妇跟贝贝怎么样了？贝贝已经送去医院了。是谁？谁敢动我贝慎庭的孙女跟儿媳妇？都是前山那个畜生，他想强娶我女儿，把我女儿和外孙女都害惨了。诗晴，你怎么还有脸这样说？不是你收了好处把我卖给他的吗？你胡说八道！乖女儿，妈怎么舍得卖你呢？都是被前山那个王八蛋给逼的。你忘了，他想强占你的时候，不还是妈给你救出来的吗？温总，我可是照你说的办了啊，全心全意的把这丫头交到你手里，我保证前山那个衰货没有伤过她。来人，把薛勤、白池还有前山和他的属下全部押送警察局。哼，温氏集团饶不了你们！你放心，贝贝不会有事的。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温总，你能来救我们，我就已经很感激了。是不是我又给你添麻烦了？温总，我求求你，只要你能把贝贝送到医院，我以后一定不会再……对不起，小佳，其实我是贝贝的亲生父亲，没有照顾好你们，是我的错。你放心，佳佳，从此以后，我会好好保护你和贝贝。老爷子，贝贝没事，马上就可以醒。都怨你啊！不早点把他们认回来，让他们吃了这么多苦。温总，你们真的没有搞错吗？我只是一个农村妇女。小佳，你真的把我忘记了？7年前，山水村下雨天，能帮我？求你！车上是你？是我真的是贝贝的亲生爸爸。
所以，你愿意接受我吗？你愿意接受我吗？贝贝，你有爸爸了。爸爸，对，贝贝，我就是你亲生爸爸。贝贝，我是爷爷，亲爷爷。爷爷，哎呦，我的乖孙女儿啊，受了这么多的苦，爷爷给你保证，以后全世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，并且全世界最好的东西，爷爷都给你啊！以后啊，爷爷保护你。妈妈，我们是死掉了吗？怎么在贝贝的梦里？贝贝没有做梦，贝贝真的有爸爸了。还有爷爷。爷爷，贝贝，爸爸，妈妈，我们有家了，我们有家了。是的，小佳，我们有家了。传给爷爷。我回来了，贝贝。贝贝，爸爸回来喽！哎呦，老爷，这自从少夫人回来之后，带着小小姐，您这气色呀，真是好了好多啊！你这拐杖也不用了，还能陪着小小姐玩玩球、玩玩小火车的。那是自然啊！我是千盼万盼，才盼到我们家一谦啊，带着老婆跟孩子回来啊！哎呦，看来我这也得赶紧回去，好好说说我家那不靠谱的，让他赶紧找一个儿媳妇回来。哎呀，你是赶不上我了，我呀，马上就有一个乖孙子喽！爸，您就别老炫耀了。贝贝才回来不到1年，这整个江城都知道您老有孙女了。我炫耀什么了？他们想炫耀，还没有呢。爸，等我这一胎生了之后啊，你就可以带3个孩子出去炫耀了。医生说这一胎是双胞胎啊！恭喜老爷！听见没？是双胞胎。好啊，小佳呀，你可是我们温家最大的功臣啊！你想要啥，跟爸说，爸都给你买。妈妈，我来扶着你。小心，别摔着了啊！爸，你已经买的够多了，我现在只希望我们一家健健康康、团团圆圆的就足够了。